在岛上生活久了，人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局促。四面是海，看似辽阔，却无处可逃。有时，你会突然觉得岛太小，世界太远，风景再美，也填不满心里的空白。这种情绪被称为孤岛综合症。Dear passengers, we have landed at Shanghai. 降落的那一刻，我成了别人城市里的游客，吃饭、迷路、乱走，让这座城市决定我今天会遇见什么。在这里，一切都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。直到可以啊，你可以和我进城河上啊，跟我一起一路打球，然后北上，然后看看时间怎么安排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已降落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停靠2号航站楼，机场距离市区约28公里。第一次到重庆，行李刚放下，就迫不及待跑去逛观音桥。这才算正式和这座城市打了个招呼。晚饭和伟峰哥会合了，才知道3套打球衣服实在少了。重庆只是起点。第一场球，重庆凤凰场，这是保利对，重庆保利的凤凰。这个看看重庆最贵的球场是哇，与天高地。哇，好球！好球！今天，在这片山城的绿荫上，绘出了旅程的第一感。凤凰属于会员场，山地球场，球道长且障碍多，难度挺高，尤其连日的大雨，球道湿软，距离更且够不到。山中通风差，球道、果岭、草都不容易生长，品质更是大打折扣，成为重庆最贵。看来还是市中心的地理位置优势。也是跟我一个问题。雄鹰场是开放场，前9和凤凰场一样折磨人，后9则友善了很多，球道宽而短，视线良好，场地开敞了不少，明显草的品质也好了许多。发动旁边的高层离得太近，住户的喷嚏声严重影响了我的第二感。167号。跳，打鸟。球转，刚好。好球，漂亮！来一杆进洞，短了，方向好好。是我给你选的杆不对吗？球场质量有趣程度受天气影响导致大打折扣，惩罚和奖励不对等，
打了好球，奖励却是惩罚。下午3点前就完成36洞。饥肠辘辘的两人来到当地球童推荐的火锅店，吃到了重庆的第一顿火锅。来，重庆第一顿火锅。鲜香麻辣滚烫，瞬间把以往吃过的麻辣火锅记忆抹除。餐后走回酒店，不过20分钟，确确实实和峰哥体验了在山城的感受。所谓看山聊死嘛，这20分钟山路要比36洞还累。还想说回去稍微休息一下，可以去市区走一走，看看洪崖洞当当游客什么的。结果往床上一躺，睁开眼睛已经是第二天早上5点，丝毫不觉疲倦。新的一天，兴奋加期待，又要去认识一个陌生的球场。今天打的是重庆百富，坐落在嘉陵江畔。从第一洞到最后一推，每一步都踏在斜坡之上。这不是常规球场的坡度设计，是真真正正的山城本色。正如重庆这座城市本身，依山而建，顺势而生。今天的比赛是从第17洞三杆洞开始的，180码到齐。我俩都没上果岭。伟峰哥切杆出了点小失误，切大后竟然回滚至旗杆边，凸显了球场果岭的魅力。我早早进入节奏，抓鸟、保帕。伟峰哥也一路紧咬比分，双方都没有太大失误。直到球场第10洞。我开球出界5杆才上，我2杆标上，结果5推，终于体会到果岭难绝对不是盖的，只是因为下雨果岭太湿，一直没有显现出。眼看大雨要来，焦躁的心情也带来了各种失误。可高尔夫总是在最绝望的时候，球进了，给你惊喜。撞进了，嚯！打在工作道上，滴溜溜溜溜滚下来，以为一直会滚下去，结果咣当差点就 OB 了。伟峰哥，你去干嘛？我去买球去。山林小店。看。2袋子。这是100块钱50个，这100块钱30个。我看我用完用不完。球场相当出色，大气设计合理，有山城特色，果岭惊心动魄，好玩。虽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，为了避开堵车高峰期，立马驱车3小时，抵达成都保利皇冠假日，和大熊猫当一夜的邻居。办理好入住后，附近随便又挑剔的应付几口。回到酒店后，又体验了一把，倒床就穿越到第2天的感觉。打过重庆凶险的山地场，来到成都的平原场，难度一下子落了下来。良好的球场无特别之处，也无多少不合理因素，终于打出了还算靠谱的成绩。至于我，在风和日丽，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球场还很平，只找到了拍摄的节奏。随后1个多小时车程转战蓝光观岭球场，不巧赶上宝马的比赛，人来车往，热闹非凡。我们从13洞开球，试图跳开人群，有个好节奏，但事与愿违。一路拥堵，越打越累。我已经打没了节奏，
小白球极其不听话的到处乱窜。伟峰哥最后5个洞打了4个 double。好球，上了。干脆最后一洞让球童摆线直接推。累了。球场品质不算太高，景观不算丰富，球道沙坑细节不太到位，但是球道设计有一定的趣味。国岭有看头，球会、服务等相关领域都很到位，甚至于打完球还有球童用筋膜枪的按摩放松环节。最重要的是强哥的面子给了免单，必须加分。找到啊！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到清晨山下的客栈已是晚上8点30分。明天7点的 tea time， 伟峰哥估计早已进入梦乡。我拗不过我的嘴馋，一个人出来觅食，顺便转转这街溜子小镇。哦不，街子小镇，有街有子的读错不过分吧？其实打完球后就已经在球场吃饱，晚上的觅食纯属嘴馋。吃米线，等一下。还有在开车进来时候，被这个小镇的样貌吸引。街道不算宽，路灯不亮不暗，但够温柔。早上7点的 tea time， 依旧是起得比闹钟早，也比酒店的早餐早。今天也是36洞，空着肚子先打球再说。球场一组主人不少啊，心想，完了，又是堵车乱节奏。伟峰哥今天小左出战，触发我遇弱则强属性，标上，推鸟，打怕。也可能是因为昨晚加餐了。靠着多吃一餐把小左扳倒，还以为今天会被堵爆，没想到拼组的是2位快枪手，其中一位100码内不论球位，一律推杆，快到全程3个小时出头就打完，一点都不磨蹭。球场设计维护都一般般，但是天生丽质，自然条件太好，风景宜人，温度适宜。计划之外提前抵达木马山，最美的相遇往往不在计划之中。我们找到了1个小时，乖乖，他们因为午餐错过了 tea time， 结果我们4个拼成一组。好球！更有趣的是，刚刚吃饭的时候，我说我想去夏威夷打球，结果拼组来了1位夏威夷人，而且我昨天打球的球友是我在日本的球友，真是妙不可言，有些志同道合，不期而遇。好球！国安是表演型的，科班出身的，对，好的很。与小飞侠阿航的快乐邂逅，拼组拼成了 Happy Golf Team。什么3轮车，什么 OB， 有这么帅气不？有你那个推杆帅不？帅，都被笑声抹去，忘记了谁赢谁输，只记得谁笑得最大声。好球！一杆进洞。成都第1家高尔夫球场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妥妥的4分场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球道之间尖而不隔，层次感丰富而细腻。只是有几栋间后加的沿车道 OB 白线，虽然是为安全计，却也有画蛇添足之嫌。如果国岭速度再提高一点，会更加提升球场品质。
这是属于我喜欢的球场类型。上午忘记拍的照片，人数是补回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来，站好。你这个工具人。上开，上。第二天6月1日儿童节，也是我们成都最后一场球。昨晚入住的麓山安珀酒店，设计服务细节都令我非常满意。这才是5星级酒店该有的样子，只是待的时间太短。这是重庆的四川的早餐都有辣椒。吃完早餐就匆匆赶到球场，亚洲百家球场、麓山高尔夫球场。6月第一场球，这个今天用右手。好，伟峰哥今天用右手。昨天打了你剑8嘛，今天用右手。OK。昨天给你建立起来的信心，今天彻底把它打崩溃了。好球！第一洞就跟王老虎比推杆了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他的。来看看王老虎的第一台。王老虎挺厉害。今天你的目标是多少？今天打个8-2-3吧。啊，好的。这表情好像跟开球前有反差，或许是昨夜聚餐太过欢乐，深夜才散局，睡眠不足。哇，王老虎这个水放的有点大。几洞之后，眼神多了一丝轻松，都体现在杆数上面了。亚洲百家的球场，无论球场设计、维护管理、球会以及服务都是一流的。虽然处于市区社区内，大门对面就是山姆店，球道两侧都是房子以及房子，不是我喜欢的球场类型。球场还是名过其实，成都3天5场球圆满落幕，累成狗般眼神空洞。3小时车程返回重庆，入住的酒店周围一大堆吃食，我们还是选择了继续尝试火锅。伟峰哥感觉如何？这个看的特别水，这左右互搏的厉害哈。左右互搏联盟的。对，OK， 吃吧。左手打球还没打成，左手烫右手吃我可擅长。行，真好吃。连续的火锅感受到辣痛的都不是嘴巴，火辣辣是真的火辣辣。今天我们继续36洞，也是我们在重庆最后2场球。上午打的是远洋国际，感觉很爽。对，这个国联。球道很窄，很凶险。柏林起伏很大。对。下坡很快。开球第一洞就已经飘起了雨。Hole in one。山城的雨还真有点倔强，下得急，下得真，下得像一句舍不得。哇塞！对，王老虎。出于对山城球场的尊重，伟峰哥今天是大右出战。不过，今天的大右明显不在状态，落点充满创意，球啊，一片树叶都不沾身，在旧球和好球中来回切换。
烟雨朦胧中，一切都还顺畅。感觉如何？呸！就是成绩单有点不容直视。加油加油！没过，喂，没过。落点差一点，难度就被放大。好球好球！这个距离很好，就是方向呢想太多了。我认为这个人低呢，他应该会往左 hook 过来，结果不听话。对，下次还是要换一个听话的。对。这个虽然你上了果岭是个鸟推，但是没推进去，跟我从那个长草里救回来是一样的，都是怕。讲得非常好，毫无反驳的点。对，继续。开了，落了吗？落下了。第二杆不好打。没事，这个都要3杀，我估计。太难了。没办法。那个拿3号木出弓是个非常愚蠢的决定。因为那个站位实在是非常。对吧？呱呱的叫，真臭，真臭，真臭。对。这个貌似 OB 一样的击球啊，打到我们这边，厉害。好球！往里灌。对，这个烟雨蒙蒙，上重庆。山城的球场总有他自己的脾气。其实我们一路的运气不错，打球时候没怎么下过大雨，这算是我们行程中的第1场，直接淋了一个透彻。哇，这个什么天呐！雾都，我的天呐！看，打这种山城的球场，我几乎都是铁杆开球的策略。先看看鸟人，呀，在狭窄球场不容易犯错误，可是推杆没在线，所以和市场的打用不相上下。鸟飞了。前9洞的设计更考验精准与耐心，球道狭窄，距离偏长，容错小；后9洞则宽阔许多，节奏松开。像是这座城市雨后的微笑，果岭平整推击有走线，起伏有趣，只是球场的养护略显粗糙，管理状态也欠缺细节。现在我们准备要去下一个球场上邦。我俩到达球场才11点30分 ，Tea time 是13点40分。原以为可以提前下场，结果今天是重庆青少年运动会高尔夫比赛最后一天，没有球童，必须耐心等待。这种球场里面有卖散装球的，都是容易丢球的地方啊。成都的球友们正在路上。到喽，我到重庆啦！有人坐高铁，有人开车，风雨兼程。蓝航先飞开车，高速上遭遇了爆胎，车进了修理店。缘分就是缘分，所有偏差都恰好对齐，一种被动的注定。第一个赶到的是汽车倒高铁的小飞侠唐蜜，再来才是车扔修理店打车过来。先飞和蓝航无惧风雨的高球人，这场球约的不缺少戏剧性，真是热爱解闷。然后还有3位，我开车的。哦，2位呢？后头。哎呀，你一个人在后面独自美丽。然后还有我，还有你自己。小姐姐，我是老司机。在那个车不得行。哦。不是怀疑你的技术。要得。还没开球就已经那么热闹，有没有信心？对了，先热身。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啊！今天71杆。好。准备，有没有信心？都有人说71杆了，那我就70呗。好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我就70杆70.5杆吧。好。吹牛水还不会。笑声比雨声要大。今天伟峰哥和先飞一组，我们杀在后面一组。漂亮。好球！
Golf 的4个字母分别代表着 Green 绿色，小球 Oxygen 氧气，好 Light 阳光，和 Friendship 友谊。今天没有阳光，所以 L 更多是 Love 笑声。好球！漂亮的球。其实我们认识的才几天，却像阔别多年的老友。有些友谊来得很安静，就像一场春雨，不惊不扰，却润物无声。高尔夫不只是球道与果岭，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。如果不是因为高尔夫，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走进这些城市，认识这些人。你看嘛，双机位要不进真的是，感觉如何 ？Yes, nice。轻轻带走了几秒钟的光，那一刻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觉得时间变上邦球场有景有内容，前9洞温和流畅，像是在试探，让人有时间去感受击球的节奏，也能欣赏四周的风景。后9球场的性格就变了，坡度渐陡，障碍更狡黠，果岭暗藏微妙，起伏有趣，球场难度合理。晚餐推杯换盏间干掉了2瓶国台，气氛正好，谁也舍不得散场，稀里糊涂又转战 KTV 和生活笑声混在一起，时间也不知不觉滑到深夜。我们一路追着风，就赶在后座，像未完成的梦。城市在窗外闪烁晨光，每一段路都藏着欲望。草地的香气混着阳光，年轻的心无人停航。那些天真的远方，在每一次回港里回响。命运在风中安排，相逢从来好好走。意外，如果不是因为高尔夫，也许不会遇见，不会走进这些城市，听风穿过人海的语气。我和这些遇见，可能一生都擦肩而过。接近8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终于到了。来看看周边，塔、房子，我们今天住的酒店差不多包场了，空空荡荡的停车场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淡季的旅游区商业街，妥妥让人着急，害怕晚上没吃食了，赶紧来解决温饱。下城市，我的个天哪！我的天！想要看您的口味，因为不是所有的客人他喜欢吃鱼，有的客人他不太喜欢吃鱼。就吃如果说口味比较重的话，你可以点这个烤鱼；口味不那么重的话，可以吃这些稍微清淡一点。干饭要紧。这是我们在湖北的第一顿。千与千寻主题餐厅，鲟鱼啊，鲟鱼吃鲟鱼，这是鲟鱼的筋。然后这个据说是这边的特色菜，叫什么红树叶萝卜糕，长得像豆腐。这个叫干锅陈皮牛肉，据说陈皮是这边的特产，对吧？吃饱喝足后，等待我们的飞行嘉宾
专程从北京飞过来和我们会合的袁同学。王爷你好。王爷到。你好，你辛苦了，一直在等着我。对。今天是6月4号，对峰哥的第11场球。新队友，有什么要讲吗？热烈欢迎，热烈欢迎。骑3轮。好的，看看今天大家的状态如何。这叫什么？先见之明，很有诚意。诚意，对对对。拉住了。钓鱼总是要用点有钓鱼总是要用点有鱼饵。那今天心情如何？看着这球场不错呀。对啊，够宽的啊，然后也够绿的。什么心情？好漂亮的球场啊！是。这样的心情。王爷的中国的第1场球，第1打，不要笑。可以吗？很好，上国脸了吧？转。王爷第3打。好球！我以为这个人那么早就在臭美了。王爷国内的第1支鸟推。差一点，残念，好球啊！这么极限吗？哇！今天王爷的加入，带来了凉爽的好天气。也许是天气给了好心情，大家状态都不错。开局就鸟怕满天飞。对，峰哥觉得一杆进洞吧。太快了。后面我的球开始不听话，还是时不时跑偏。但在这样的天气里，谁都没太在意。哇，看看这个后面这一场球打得并不完美，却让人心情很好。山水相映，云影浮动，每一次挥杆都像是在和风景对话。好球啊！您就是嫌那个球场太容易，对，就是这种没有难度，我制造难度，对，我咬大，这打的反而比在球道上好。宜昌三峡天龙湾球场，意料之中的风景秀丽，意料之外的良好维护。球道不长，也不算窄，果岭的草纹有些诡异，却偏偏速度不快，让人又挑战又放松。去益阳路上，赢了球的王爷睡得很安详。一路下雨，3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我们抵达益阳，办理完入住，没多休息，就在大堂迅速集合。干饭人，干饭魂，挖了1天的土，肚子早就开始抗美了。一坐下，筷子没停过，
不知道是益阳的饭菜太好吃，还是我们太弱，反正最后我一个人干掉了8碗饭，撑得不行，却又心满意足。为了提升我士气，伟峰哥今天小左出战，王爷也迎来人生第一场36洞。原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娱乐局，没想到天公不作美，连日的暴雨让球道泥泞湿滑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海绵上，每一杆都要和地形、雨水、情绪较劲，一度陷入灾难模式，球打得东倒西歪，鞋底全是泥，连笑都带着无奈。好在3人娱乐精神没有丢，坚持到底。好球！球场湖、山、林、城结合，球道依山而筑，绕水而行，有几洞视觉效果优美。也许是这片土地上挥杆的人少了，是管理的节奏慢了半拍，导致体验感非常差。OK。好了，再见了，益阳。下次会再来吗？不会。你呢？不会，吃饭可以。对，吃饭可以，打球就免。星河湾国际高尔夫。600米后靠右行驶。对，又是个社区球场。保持直行。现在采访一下长沙人，对这个球场有任何的希望吗？对成绩也有点，不知道，未知数。长沙星河湾高尔夫球场，没有惊喜，也谈不上愉快，甚至都懒得记录。球场管理松散，维护更是乏力，乏善可陈。飞得好，好像小了。有一栋开球台离民宅近得离谱，近到几乎能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别人的客厅开球。伟峰哥，这一洞先发球，上一洞打多少？我很骄傲，上一洞我比某人那个好一杆，我打加4，某人打加5。700米后，向右前方往湘江北路。王爷的好朋友请客吃了晚餐，饭后都耿耿于怀。今天的球场，必须接受艺术熏陶平复下心情。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长沙青竹湖高尔夫球场，王爷挺过了昨天36洞的考验。好球！伟峰哥继续小左出战山地球场。小左今天状态不错，节奏平稳，只是几个大失误都源于头脑发热的强攻，那种想要拼一杆的冲动。前线记者的报道，伟峰哥要从这树林中穿过去，还是从树的从3棵树中间穿过去吗？哇！哇，这个战地记者的报道还是非常准时的。这个完全看运气。漂亮。看着球打在哪里？这个果岭是在这里，旗杆是在这里。哦，来再看打算怎么打。我一整天都在上演惊险救球，从沙坑到树林，从球道边缘到果岭边，
硬是凭毅力救回了几分。哇哦，球还在哎，继续。他换了一种打法，特别酷的打法。哦，打出来了，非常好。脑袋还没完全开机的王爷，依旧懵懵懂懂，却是最值得佩服的男人。3天3城72洞，他坚持下来了，没有抱怨，没有退缩。最后王爷累得像是武侠剧里被点了穴的人，全身动不了，只剩眼睛在眨。我们都笑了，那一刻像是旅途最真实的注脚。风景是美的，球友是铁的，体力却是真的要命。相比昨日的星河湾，这里起码风景优美，依山傍水。球道虽短，却暗藏心机，转折多，起伏大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地形惩罚。但好在维护和管理终于靠谱了，草纹整齐，果岭速度自然。午餐过后，王爷离队，我们踏上去南昌的路，夕阳在车窗外一点点褪去。4个小时的路途不算漫长。到达南昌时，夜色已笼罩街头。我们在路边的小店里，用一碗特色美食南昌拌粉抚平旅行的疲惫。气温已经偷偷升上了30度，我们今天要被晒成人干。万里晴空就几朵云，无处可躲。南昌的第一场球，翠林高尔夫球场。今天是高考第1天，我们也在球场上接受考试。第10洞出发，球童让小左瞄着树林超接近，结果连发5弹全失。啊，打进去了！这波送命题直接把小左的节奏打乱，早早钻了小树林。原本最放松的一场，最后成了体力与情绪的双重补考。好推啊！可以。球场两边是树林，球道不算太宽，好在不算长。球场维护管理一般般，球道软果岭硬，上了果岭，球落地后弹跳不定，草纹是关键。此次行程以来打的最硬的一个果岭，跟水泥地一样。两人像高考试卷写错面，杆洞，看2杆打到了果岭。那么简单的题目却写错了面。第3杆短切，虽然不够完美，但是推鸟还是问题不太大的。天哪！这是我们打过这一层最简单的球场，但是前面的成绩是最差的球场。既然如此，找个借口。圆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今天没打好，主要是赖你。我们3个人缺了你这1/3，你说这个球能打得好？对，我们今天打得很挣扎，都是怪你，把我们节奏都破坏了。哎呀，想不到啊，原来你在这儿还有产业呀！这算不算缘分帮他遇到了？对于自己切杆不满意，拿了个切杆回房间练，结果这一练直接导致背抽筋。看这个蓝蓝的天，还有黑黑的人。那个 Ken 已经后背都抽筋了，然后刚才走路都差点要摔倒，就拌蒜了。做完不太正宗的泰式按摩后，吃完火辣辣的饭后早早休息。第2天继续最后一个36洞。前方经过81大桥。南昌目前留给我的印象有2个，一个是辣椒，辣的直接，不拐弯，毫不客气，不像湖南的辣，还有点温柔和含蓄。另一个是蚊子，那股迎面扑来的热情，真是不用也罢。好，他在开球的时候稍微抬了一下头，代表他可能对这球的自信不够。南昌的最后一场球，南昌保利又赶上宝马的比赛，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球场又是典型的社区型球场，四周被楼盘包围，会馆很大，像迷宫，没什么风浪，也没什么惊喜。球道宽，距离短，果岭的草纹些许潦草，离天津越来越近，反而少了最初出发时的兴奋，多了几分倦意，几分舍不得。也许旅程本来就该这样，从激情到平静，从热闹到沉默。但正因为有这一段段平淡，那些闪光的瞬间才会被记得更久。看，非常认真地进入到他的叨叨叨里。果然，
打了个好球，线非常好，会不会进呢？会不会进？进！北峰哥，你还有几颗球啊？最后一个球，我还有3颗哦。我那是20个球，你是30个球。不是，我是50个。我是30个。球场设计平淡，挑战性不足，管理维护一般，果林草纹杂乱，速度不稳定，整体体验中规中矩，没有亮点，也谈不上失望。很给我面子，27人的球就剩这最后一个，很给我面子。不知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对。这离庐山还1个多小时呢。号称庐山国际，多少有点被名字骗了的感觉。今天看第一洞出门就打鸟，于是让大又强打起精神，奋起直追。只是左右手的切换，已经没了最初那种丝滑的默契。失误频频，简单的球场竟然连8字头都没见到。好在结局还算圆满，没输就够了。毕竟这一趟下来，左手没赢过，右手没输过，这也算是旅途里的某种平衡。庐山国际球场，第一洞，看第2根。哦，好球 ！Wonderful！ 有了，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这个幼老虎，你这个厉害，出门就打鸟，这一下子我出门打加3了。啊 ，nice birdie， 不能放过呀！对，不能放过呀！虽然左右手的切换现在没那么顺滑，但是鸟的机会是不能放过。球场难度不高，球道相对短，果岭偏慢，整体维护一般，打起来没什么惊喜。你猜，看在做什么？他在挖藕吗？还是在抓泥鳅？你看看，还不错，出来了。跟打第2颗没区别。此次北纬30度高球行到此应该算结束了，明天就北上回天津了。你不在，什么事儿都乱套了。车有问题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靠11号公共汽车，然后呢去找吃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住哪，晚上到底能住哪还不知道。总算看到庐山了。它的真面目给你露出一个小端倪。对，这把我们骗到了球场。庐山国际，记住你了。我们终于到曲阜了，这是孔子的故乡。今天是高考结束，这是峰哥。有样而学无样。你看，来到了最有文化的古城啊！对，孔老夫子的圣地啊，我们圣人的地方啊，是圣人，不是剩下的人啊。对，出电梯我就遇到他老人家了。固定项目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要找特色美食。评分是最高的。评分是最高，对。这是腰花，这就是著名的山东的大葱、小葱、大葱卷煎饼，煎饼卷大葱。这往里一架，哎呀，爽！往里一架，这个酱一放，别放太多。好咸。然后就要咸，然后拿那个三，这个口感完全是沙拉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再来点
小海米，再来点，咱也不知道什么料，然后再来点小咸菜，对，哎，往里一放，哎呀，地地道道的山东煎饼卷大葱成型了。听这声音，完美，色香味，还有声音，全够。口感，所有都在。大饼卷一切。对。哎，卷世界，卷起来吧。来，让你们看一下，什么叫做小份？我们的小份，这个叫什么？卷子，对，是我们的第一餐离开辣椒的日子。这是没有辣椒。你看到了山东人的豪爽。哎，对，还有几颗装饰。早上6点，现在天那么亮，但是温度较高。这是叫人家想多好。对，拜拜了您，曲阜，前往此次行程最后一场球。伟峰哥说，这是他打过的中国第200个球场，出于仪式感，也出于尊重，这一场必须由大佑出战。提前记录一下，这是今天的右楼。看你有没有机会打败右楼。对，我目前胜绩是0，败绩是多少连败来着？好多连败，有平的。今天的是10分3到不球。车行9000公里，历时整整1个月，32场球，左手16场，右手16场。好球！这是伟峰哥本次行程的记录。值了，大伙看看这个高手在干什么？球场有点容易。而我在重庆中途加入，也足足打了18场。如此密集的特训，是我从未体验过的节奏。每天都在路上、球道上，在不同的城市醒来。好球！出来了。被烈日晒得发烫，被暴雨浇得透彻。球！回来旅行，不只是风景和美食。当热爱填满你的白天，那些回忆深深印在你的脑袋里，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一次旅行。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小白球啊！那是在什么位置啊？我的天！看，你说一下你的什么复杂的心情呢？看我360度旋转一下，我看看。哇，太棒了！这球打的。石门山的景观不错，远近层次分明，山色、林线、果岭都恰到好处，球场维护的也还可以。是38点，我们刚跳到39了。我们现在前往火炉的正中心，每天就是40度的感觉。